从一边吃一边大脑停机，看懂程毅的单线程专注力。死机，就一个字儿，死机。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特别好玩的事？程毅这人啊，只要他正一边在吃东西，你这时候突然插进来，让他干点别的，回答个问题，做个反应，他就卡住了，整个人原地宕机，嘴还在那儿一下一下地动，脑子已经悄悄下班了，连个招呼都不打。我跟你说，我发现这个事儿之后，真的是越想越觉得有意思。本来吧，我也就当个综艺萌点看看，看了笑一笑就过去了，没往心里去。但是有那么一天，我闲着没事，把好几档节目里他这种死机时刻专门挑出来，放一块连着看，你猜怎么着？我突然就愣住了。我意识到一个事，这压根不是反应慢这么简单，这背后藏着一个特别值得说到的东西。所以今天这期啊，咱们就只聊这一件事。对，就一件事，不贪多。但我跟你讲，就这一件事，它能解释他演戏为什么那么沉，为什么那么进得去。先把现象给你铺开，咱们一点一点看。你去翻他上过的那些综艺，你会发现一个规律，不只是吃西瓜那一次啊，是只要吃这个动作，一旦和动脑子这两件事撞到一块儿，他就立马进入2选1模式，而且他永远选吃。嘴比脑快，或者说，怎么说呢，也不能完全说是嘴快。我重新说的准确一点，是他的脑子在那一刻，真的就一门心思扑在一件事上了。一心不能二用这个词，搁别人身上是形容，搁他身上是字面意思。老粉应该都记得，这种画面太多了，数都数不过来。大家平时刷到都当可爱看，弹幕一片哈哈哈哈，我以前也是这队伍里的。但是这里有个点特别容易被忽略，咱们今天换个角度，认真想想看，一个人他为什么会一心不能二用？这背后到底是个什么机制？行，这就说到今天真正的关键了。心理学里有个概念叫单线程专注，英文叫 single tasking。我尽量给你说明白哈。说白了就是人的大脑处理任务，有的人天生是多核的，他能一边切菜，一边打电话，一边脑子里还在盘算晚上看哪部剧，好几个进程同时跑，互相不打架，游刃有余。但还有另一种人，他的大脑啊，我打个比方哈，他是一次只能全力开一个程序的那种。这个程序一旦运行起来，把 CPU 占满了，别的任务你再点，它进不来，系统直接给你转圈圈，给你卡死。这部分我得说一句，我不是搞心理学专业的，这个概念我也是查了之后凭理解给你转述，有不严谨的地方欢迎评论区里懂行的指正。但大方向我觉得是站得住的。所以你再回头看，他吃东西的时候为什么会死机？不是因为他反应慢，这个判断我得说重一点，真不是反应慢，是因为吃这件事在那一刻把他整个大脑的算力全给占满了，他是真切100%地在吃。这种专注，你细品啊，它放在日常生活里可能确实有那么一点点不那么方便，是吧？朋友叫他听不见，问他话他要慢半拍。但是你把这个特质从饭桌上挪走，挪到另一个场景里，挪到镜头前面呢？我跟你讲，我想到这一层的时候，真的又愣了好几秒。因为这一下子就解释了一个我一直觉得特别神奇，却又说不上来为什么的事，程毅演戏，那种入戏的浓度是真的高。你想啊，一个生活里都没法多线程的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他把自己唯一的那个进程全部彻底不留一点余地的交给一个角色的时候，那个角色身上是没有分心这2个字的。他不是在演一个在喝茶的李莲花，他那一刻可能真的就觉得自己是个在喝茶的，心里头压着事儿的中年人。这种全占用式的不留后门的专注，普通的多核大脑反而还真学不来。为啥？因为多核的人，他总有那么1-2个后台进程在偷偷运行，在那儿盘算我这个表情到位了没，导演看了满意没，这条要不要再来一遍，心思一分，那个满就没了。当然啊，这个判断我也不是100%确定，
我得诚实说，这是我凭着看到的信息和他的一些访谈推出来的，不是什么定论，有错你们评论区拍我。但我个人是倾向于相信的，他生活里那个看起来笨笨的单线程，和他镜头前那个沉得下去的单线程，本质上是同一个东西，一体两面，一个铜板的正反面。而且你别说，这事儿还能往下串。说起这个，我突然想到啊，他不是有那么几个习惯吗？下棋当冥想，做案头工作特别认真，把剧本翻得稀烂，写满批注那种。哦，对了，扯回来，我想说的是，这些东西你单看都是零散的，可你要是拼到一块儿，画面一下就清楚了。这哪是孤立的萌点啊，这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专注型人格。下棋的时候，他能整个人沉进去；做案头的时候，他能沉进去；吃西瓜的时候，他也沉进去了，沉到忘了你正在问他话。你看，是不是一回事？行，接着说。光我在这儿这么推演，我自己都觉得还不够硬。我给你看个更实在的证据，他用同一个特质，实打实地演出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吃饭人格，这个就有说服力了。你先看李莲花，李莲花吃东西是个什么感觉？清清淡淡，慢条斯理，不紧不慢，那个人物骨子里的克制和通透，全在那双筷子的节奏里头了。你再回头看傅诗琪，干饭，对吧？大口大口的，带劲，那个烟火气，隔着屏幕都能唬你一脸。这是同一个演员演的，甚至咱们可以说是同一张嘴在吃。可神奇就神奇在，你哪怕闭着眼睛，光听那个吃饭的节奏，那个劲头，你都能给我分出来。哦，这是李莲花，那是傅诗琪，这就厉害了，你说是不是？这说明啥？翻译成人话就是，他那个单线程的专注力，根本不是只能死板的用在一个固定地方，他是能把这一整股专注，精准地，一点不浪费的，灌进不同角色的不同细节里去。演李莲花的时候，他全部的脑力都在演那个克制；演傅诗琪的时候，全部脑力又都在演那个放松，那个享受。一次只灌一个，但每一个都是满满当当，不掺水的。这种掌控力真不是随便一个演员都有的。哎，说到吃饭快，我还得给你补一句，这里头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戳人，讲出来你可能也会愣一下。他片场吃饭快是出了名的，大家都知道，他还系个小围兜，看着特别萌，弹幕都在喊可爱。但是啊，他自己说过这背后的一个原因，大意是说片场吃饭快是为了省时间。哎，你把这句话搁回去，再看那个狼吞虎咽的画面，他一下子就不只是萌了。一个在高强度拍摄里连轴转的人，连吃个饭都在跟时间赛跑，硬是把吃饭这件事压缩成一个最高效的单线程动作，吃完了赶紧立马回去拍。这个快啊，你细想，它其实是熬出来的，是高强度片场逼出来的职业习惯。这背后是敬业2个字。所以你跟着我从头捋一遍，从边吃边死机到单线程的大脑，到角色里那种不留余地的深度专注，再到片场抢时间，你会发现这一整条线，它从头到尾讲的其实是同一个人，一个把专注2个字实实在在刻进骨子里的人。在咱们这个什么都讲究多任务，讲究效率，讲究恨不得一心用8处的时代里，他偏偏就是个只能一心一意的人。懂他的人会懂，我们这些追他的人啊，追的从来就不是什么反应慢的可爱，我们追的是这份慢底下藏着的那股子劲儿，那股子把一件事、一个角色死磕到极致的劲儿。这个东西比可爱珍贵多了。他说过，片场吃饭快是为了省下时间。我做完这期，看着这一堆素材，突然就懂了，他省下来的那些时间，后来啊，全都灌进角色里去了，1分都没浪费。